大家好，我是老黄，今天分享一个无风扇电脑主机的装机视频。整机预算大概8000元，其配置单如图所示。为了照顾新观众的观看体验，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无风扇机箱又称箱型被动散热器，它既是机箱也是散热器，其内部无需安装风扇。使用无风扇机箱组装的电脑主机普遍具有零噪音和正压防尘的特点。这种机箱最明显的外观特征就是规模巨大的外露式散热片，它用于和机箱外部的冷空气进行热交换，机箱表面附近被加热的空气会自发的上升，这和自然界由气压差产生风力的原理是类似的。所以无风扇机箱不等于没有风，只是这个风没有声音而已。在其他配件选择良好的情况下，使用无风扇机箱组装的电脑主机仅凭耳朵是无法判断是否开机的。因此无风扇机箱最核心的功能就是用来满足噪音敏感型用户的。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今天装机的机箱是我在2019年设计的 Pure Metal DP2， 这款机箱参加了当年的台北电脑展，目前的版本是2年多之前更新的。相比初代提高了对主板的兼容性， CPU 左右两侧的凸起物只要不高于29毫米就可以安装。今天使用的主板是技嘉的迷你冰雕，型号是 B860i Aorus Pro S， 这是一款白色的 ITX 主板，它有着11项供电，自带 WiFi， 且没有任何风扇。 CPU 我们今天用的是 Intel Ultra 5235，这是一款当下主流的终端消费级 CPU。 把 CPU 安装到主板上后，开始组装 CPU 的导热压块。这个金属立方体就是 CPU 导热压块。根据 CPU 品牌的不同，选择对应的扣具条，安装到 CPU 导热压块的底部，之后放在一边备用。接下来安装 CPU 散热器的扣具背板，它的4个螺柱是可以调节孔距的，用来兼容不同年代主板的散热器扣具规格。把它放到主板的背面的正确位置后，可以看到扣具背板的4个螺柱顺利穿过主板上的4个扣具孔，在 CPU 顶盖上均匀地涂好一层薄薄的导热硅脂，再把 CPU 导热压块平放到 CPU 顶盖上，循环安装4个手拧弹簧螺丝和电圈， CPU 导热压块就安装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接好电源和显示器，在机箱外面直接点亮主板、CPU、内存这3大件，这样做可以尽早发现有问题的配件，以方便退换。顺利点亮后，我们断开电源线继续组装。这里我们把热管按压到它未来要安装的位置，简单比划一下，可以看到 CPU 右侧的凸起物没有顶到热管，但 CPU 左侧的 M2 SSD 散热器却超高了2毫米左右。把它替换成一个高度较低的第三方 M2 SSD 散热器，顺利进入下一步。最后把安装好 CPU 的主板作为一个整体平移到 DP2 机箱里，并拧好主板的固定螺丝。根据主板的说明书，把机箱的开机按钮和电源指示灯的4根插针安装到对应的杜邦 2.54 插座上。接下来我们放置热管，热管由纯铜制成，是一种蒸汽腔导热材料，内部空心，抽真空，通公制，利用公制的气化和凝结快速的搬运热量，其等效导热力一般是纯铜的10到100倍。把2颗螺丝安装到 CPU 导热压块顶盖上，回退拧紧，让螺丝稍微松动一点，做到可以左右滑动热管，但无法明显的上下移动热管的程度。最后如画面所示，安装4个热管压块。现在我们开始安装电源。这里主板的24 pin 插座和电源的模组线插座距离过近，所以需要临机处理，剪掉24 pin 大插头的卡扣，然后用弹簧垫片和螺母把 TP240 电源的 5.5 乘 2.5 的 DC 母座固定在机箱背板的 8.5 毫米圆孔上。这种电源叫 DC ATX 电源，简称 DC 电源，需要外接一个对应电压规格的电源适配器搭配使用。我们把 CPU 导热压块上的6个螺丝都拧紧，让热管和导热压块之间获得充分的压力。下一步开机点亮，使用全默认 BIOS 设置，进入操作系统，运行 ThinBeach R23 多线程烤机，打开 HW Info 64，观察各个配件传感器的温度。这里忘记放置室温指示器了，额外补充一下，此时的室温为18度。这里可以看到烤机的初始阶段， CPU 的封装功耗维持在101瓦左右， CPU 温度为70度。随后 CPU 结束自动超频 PR1 状态，进入 PR2 的65瓦额定功耗状态。此时 CPU 的温度降低为62度， PCH 芯片，也就是以前所谓的南北桥芯片的温度为45度。使用红外成像仪测得机箱右侧板为 38.5 度，左侧板 40.3 度，前置散热片35度。这些散热片明显的温升，说明热量很好的从 CPU 传导到了机箱的外表面。这里可以说明一下，无风扇机箱除了通过上升气流这种类似风冷的散热方式之外，红外辐射效应还会贡献占总量 30% 的额外的散热性能。打开机箱的钢化玻璃顶盖，观察机箱内部，
可以看到最热的点是 CPU 的供电部分，其温度为49度左右，这意味着主板上其他会发热的小元件会沐浴在较为凉爽的内部空气中。由于这款主板只能在 Win11 下安装 WiFi 驱动，所以接下来应用户要求重装了 Windows 11操作系统。下面是测试网页、视频这种低负载工况的记录。这里可以看到，室温17度下运行数十分钟后 ，CPU 的温度在40度上下稳定跳动，这和普通的风冷散热器的表现是类似的。由于这个视频只是一个装机后的例行测试，并没有用空调把室温调整到解释成本更低的25度室温上，所以接下来我要进行更多的说明。关于室温和实验温度的关系，可以简化描述为各种工况下的测试，实验测得的温升基本不变，也就是室温17度下满载烤机 CPU 的70度，等价于室温27度下满载烤机 CPU 的80度。当然，也意味着室温37度下 CPU 满载烤机会到90度。总结 ，Intel 的 Ultra 5系列 CPU 可以良好的运行在1000元价位的 DP2 入门级无风扇机箱上。通过对比多年积累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 Intel 的 CPU 盖下铅焊工艺比起前几代有了明显的提升。盖下铅焊的热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CPU 易于散热的程度。这种优化的结果就是终端 CPU 可以安装到低端无风扇机箱上，而不影响性能。在室温较低的季节，甚至有了一些手动超频的潜力，这大大降低了大部分玩家的总装机成本。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